你是不是也觉得荧幕上的东西太多，战斗时总是乱糟糟？其实在 RBN 里 ，HUD 编辑器就是帮你整理画面的超级工具。透过它，你能把血条、技能栏、聊天视窗全部调整到最清楚、最顺手的位置，让你不管是打怪、采集还是 PVP， 都能更快反应，不再手忙脚乱。Hello， 大家好，我是杰森。上一集我已经带大家把基础设定调整到最适合新手的状态，避免了游戏卡顿和界面混乱的问题。如果还没有看过，记得先回去看新手最常忽略的20+设定超完整教学。而这一集我要带你进一步认识 HUD 编辑器，完整解析它的功能，并分享我自己的画面排版逻辑，帮助你找到最适合的专属界面。那我们就开始吧。进入游戏后，到右上角选单，找到游戏设定，切换界面，就能看到 HUD 编辑器。在这里，你可以开始编辑整个 HUD 的布局，通通调整到最符合你习惯的位置。HUD 比例这个功能会把整个 HUD 的图示和按键按照相同比例去缩放。我的建议是直接拉到最低，因为 HUD 里的每个按键和资讯栏其实都能单独再调整大小。先把比例压低，可以让画面更干净，之后再针对需要的部分做细部的放大或缩小就好。元件切齐，当你移动 HUD 里的任何元件时，画面会自动出现紫色的辅助线，它能帮助你把不同的框架或按键调整到同一个高度，保持相同间距，也能快速对齐画面正中间，让整体看起来更整齐干净。与网格对齐，勾选后萤幕上会出现完整的网格分隔线，你可以利用这些网格来对照，调整资讯框或技能栏位，甚至调整网格的大小，配合你的栏位比例，不管是要对齐中间还是左右平均分布，都会更好操作。我自己大部分时候都是用元件切齐，能快速把按键和框架对齐，与网格对齐则是当辅助，用来检查整体是否平均适中，这样一来画面就能保持干净，资讯排列也更有秩序。元件快捷键操作，这里有几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方向键能做细微的上下左右调整，比起滑鼠拖曳更精准。Shift 加拖曳，移动时会自动锁定在水平或垂直轴，避免画面歪掉。Shift 加滑鼠滚轮，可以快速缩放元件大小，不必一个一个去调比例。这些小细节能让你把 HUD 元件调整到更理想的位置和尺寸，操作上更精准，也能节省很多时间。比例这个功能可以调整各元件的比例大小，依照你自己想要的尺寸去设定。如果觉得界面太大，档视线就可以缩小一点。如果某些按键或资讯看不清楚，就可以放大来提高可读性。我自己是全部维持在预设的100%。不透明度数值越低，画面上的元件就会变得越透明。你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的效果来做调整。不过我自己的习惯是全部维持在100%，因为不需要资讯，我会直接隐藏，而不是靠透明度去淡化。说到隐藏，我们直接来介绍显示和隐藏。你可以把不必要的资讯直接隐藏起来，方法很简单，在你选择的目标视窗右下角有一个隐藏按钮，点下去，这个元件会出现一个带有斜杠的红色眼睛，代表它已经被隐藏，不会再显示在画面上，能让画面更干净，战斗时也能更专注。如果你之后需要用到，再随时打开就好。自动设定秒点，建议把这个功能勾起来。它的作用是，当你在移动元件时，系统会依照画面9宫格的位置自动出现辅助线，帮助你对齐横向或垂直的位置，这样就能更快确认你摆放的按键与资讯栏是否正确对齐。当然，如果你想要完全依照自己的喜好来设定，也可以取消勾选，自己决定依附在哪一个9宫格的位置上。自定群组，当你把一个资讯栏拖移到另一个栏位上，画面会出现绿色的光束，这就代表这2个栏位合并成一个群组。之后，这个群组里的内容就能一起移动，不需要再一个一个慢慢调整。这个功能最实用的方式，就是先把同类型的按键或资讯栏先组合起来，等你要移动位置时，只要拉动整个群组，就能保持既有的排列，不会因为单独调整而被打乱，大幅节省调整时间。取消分组，就算你已经把不同的按键或资讯栏合成群组，也不用担心之后想分开，只要选择目标，确认好项目名称，再按下取消分组，它就会自动回到独立状态。重置元件，如果调整过程中觉得排错了，也别怕，在编辑视窗的下方有重置元件，可以让你回到上一个动作。全部重置，如果你想要一次回到最初的配置，主要 HUD 编辑器视窗下方还有一个全部重置的按键，可以直接还原到你上一次储存的画面安排，就算调整错误也能马上回复玩家状态效果和目标状态效果。
这里有一个额外设定，可以调整状态效果的显示行列数量。一般活动时，你只想保持画面简洁，可以把数量调少一点，避免资讯过多，让画面太乱。但如果你在大型团战，身上同时会被挂上很多 buff 或 debuff， 这时候就需要界面多显示几行，才能清楚知道自己身上有哪些状态效果。再来是穿透点击，这个功能主要用在技能快捷键、玩家框架、迷你地图等界面上。优点，开启后滑鼠点击这些 UI 的位置会直接穿透，不会误触。特别是在打架时，如果你只想要移动角色，却不小心点到技能或资讯栏，常常会打乱节奏。穿透点击能避免这种情况，让操作更安全、更流畅。缺点，你就不能再用滑鼠和这些界面互动了，像是迷你地图不能直接点击标记位置，技能栏也不能用滑鼠点击释放，也无法快速移上去看技能说明，要再打开装备栏才能查看。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要进入黑区打架，或需要高度专注的场合，就开启它，避免误触。我自己是在全部技能快捷键上开启穿透点击，因为这样能完全避免滑鼠误触的问题。HUD 编辑器的功能介绍完了，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部分。我会直接公开我的游戏界面排版逻辑，告诉你为什么我要这样放置每一个资讯框架。相信看完后，你也能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专属界面。首先是司法条，它的预设位置在角色的正中间，这个位置我基本没有改动，因为在游戏中，不管是释放技能、上马还是打开宝箱，读取时间的资讯都非常重要，放在中间最直觉，也最不容易错过。司法条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画面布局的核心定标，像是玩家资讯和目标资讯都是以司法条为中心去做左右对齐和位置安排，这样整体画面就会更有逻辑性。玩家资讯与目标资讯，预设时他们在左上角，但我觉得视线移动太远了，所以我把它拉到画面的中央区域，并放在司法条的左右两侧。这样的安排好处是能更快察觉自己与敌人的状况，不需要眼睛一直跑到角落，特别是在战斗中，判断会更及时、更安全。队伍，我会把它拉到画面中间偏下的位置，这样就不会挡到左侧的视野，也比较不会影响到角色移动时的点击。在大小方面，我自己习惯调到最小，让它呈现一整条的样子。当然，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调整成两排，这就看个人偏好。如果是小团体活动，队伍界面还可以灵活移动。像我当奶妈的时候，会把队伍栏拉到右侧，这样滑鼠更容易点击到队友，补血会更顺手。如果是一般队伍，习惯把它放在左侧，避免滑鼠误点到队伍栏而影响操作。聊天栏位，我自己对打字聊天需求不高，所以会把聊天视窗缩到最小尺寸，并将它移到画面右侧，贴齐区域资讯后将它锁起来，这样能省下最多的画面空间。为什么要从左侧改到右侧呢？原因很简单，当我要用滑鼠点击聊天对象的名字时，右侧比较顺手直觉，不用绕过整个画面。但你可能会觉得右边放太多资讯会挡到画面吧，不够平均吧。但别忘了，在上一集我有教大家如何使用空白分页加自动隐藏聊天室的技巧，这样一来，聊天室可以随时隐藏，画面就能保持超干净，完全不会干扰到游戏视野哦。技能群组，我建议大家一开始可以先把技能群组取消分组，这样每个技能就能各自独立移动。你可以依照自己的习惯去安排最顺手的位置。这部分也是很多高手会特别调整的重点，因为每个人对技能的直觉摆放都不同。像我自己，原则就是完全按照键盘的排列去放，让操作变得更直觉，反应速度也更快。因为排版的重点在于直觉，我的设计方式是3列排列对应键盘位置。核心放在 R 的衣服技能，上排1、2是药水和食物，中排 Q、W、E 放主要技能，下排 A、D、F 放坐骑、头盔、鞋子技能，最后 O 是极限充能。这样一来，你的手指路径跟实际键盘一模一样，不需要再多想或找按键，反应会比杂乱排法快上许多。特别适合需要及时反应的战斗场合。有个小技巧，记得把每个技能都勾选穿透点击，这样在战斗时或移动的时候，就算滑鼠滑过去，也不会误触技能，操作会更稳定、更安全。最后，我会在技能栏旁留一个空间，专门放上时装。虽然它不是战斗必须，但有时候很有趣，像是和朋友聚在一起，可以切换时装技能。弹琴、骰骰子，做一些小互动，让游戏不只是打怪或 PVP， 更有放松和娱乐的氛围。耐久度警告，这个功能我放在画面最底部正中间的位置，虽然它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平常也能透过物品栏看到装备的耐久度，但在一些团体活动里，特别是你多次倒地之后，能快速一眼确认装备是否快要坏掉。
特别提醒大家 RBN 的固定按钮，在游戏的右上角你会看到几个必备的按钮，像是选单、商城、高级会员状态，还有金币市场。这些按钮是官方锁定的，不能移除，也无法调整位置，所以我们只能保留。选单群组，这个群组里包含了活动、邮件、物品栏、工会、排名、社交等功能。其实这个群组是可以隐藏的，如果隐藏，它会把所有功能统一收进右上角的选单里。但我实际使用过，发现用起来没有比点击图案按钮更直觉，所以最后我选择显示保留。而我移动的位置，把它放在 RBN 固定按钮的下方，紧贴着它们，这样能多空出一点上方的视野，画面看起来更清爽。追踪器，这个群组我会保留，并且把3个额外选项全部勾起来。RBN 日志、天赋罗盘、冒险者挑战。你可能会担心，哇，这样是不是画面会很乱？其实不用担心，因为追踪器的资讯是可以收起来的。当你不需要看细节时，把它收起来就好，画面就干净了。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回到游戏画面后，先展开追踪器，点选追踪设定，把尺寸调到最小最细，锁定视窗，透明度拉到最低。这样一来，展开的时候就不会显得太大或太显眼，避免干扰主要视野。至于天赋罗盘，我建议这样设定：显示行数3行，选取最新进度，全部任务勾选。显示百分比勾选，仅显示图示不勾选。这样的好处是画面直觉简洁，你能同时看到装备等级的百分比进度，更详细的经验数值，更能掌握重要资讯，又不会让视窗过长。如果你还是觉得追踪器展开后视窗有点太长，这里还有一个小技巧，在每个项目的旁边都有一个小小的折叠箭头，点一下就能把你不想显示的项目折叠起来，这样一来画面就能保持干净，同时保留最直觉最重要的资讯。像我最常用到的时候，就是在黑区刷营地时，可以先规划好路线，控制经验值和怪物数量，让最后刚好在宝箱旁打满进度，直接开完宝箱就走人。这样做的好处不但有效率，也能缩短你在危险区域停留的时间，大幅降低被红名偷袭的风险。迷你地图群组，在迷你地图上方会有4个按钮：信号、旅行模式、区域地图以及世界地图，建议全部隐藏，因为这些功能其实都有对应的快捷键，随时都能开启。我们平常几乎不会用滑鼠去点击这些按钮，隐藏之后不仅能多出更多视野空间，画面也会变得干净，不再杂乱。如果你还不熟悉这些快捷键怎么设定或使用，你可以回去看我之前的影片，为什么别人赚翻了你还在亏，新手最常忽略的20加设定，这2部影片里面都有完整的教学与操作示范。迷你地图与区域资讯，这2项我都会维持相同的设定，比例固定在 100%， 不透明度也保持 100%， 因为我个人比较偏好资讯清晰容易辨识，所以没有特别去做淡化。位置的部分我直接把这2个资讯栏贴齐在右下角，这样排起来整齐干净，也方便随时查看。当然，你也可以依照你自己的习惯调整比例或透明度，找到最适合你视觉与操作的方式。效能资讯，你可以在聊天栏输入小写 PING， 就会跳出效能资讯栏位，显示当前的 FPS 每秒张数和延迟 ping 值，就能知道自己的电脑在游戏中的表现。这个栏位我会调整到 80% 大小，这样数字够清楚，又不会占太多空间，放在迷你地图的右下角，刚好不会挡到缩放跟隐藏的按钮。最后，只要将你调整好的排版与设定按下另存为，输入一个布局名称并确认，这样就完成一个全新的 HUD 版面，你就能随时切换到这个专属的游戏画面设定。以上的分享就是我平常 HUD 设定的方式，不过每个人的习惯都不同，你们也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来去做调整。网络上也有很多高手分享过他们自己的配置，大家也可以多参考，多试试看，慢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模式。而随着游戏中的玩法不同， HUD 的调整设定也会跟着进化或改变哦。希望今天的教学有帮助到你。如果你有更好的 HUD 设定方法，想补充的技巧，或是有特别想了解的地方，都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我都会一一回复，甚至有可能直接拍成影片来解答。最后别忘了帮我按个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之后更多的教学与实测影片哦。我是杰森，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拜拜。